这是五雷震天诀中一样特性，以后你有空多多修炼，这或者将来呢，我会传授你五雷震天诀，怎么样？陆云，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云峰所习练的是阴院的倚天镇魂诀，属于阴柔一路，岂能再修炼那至阳至刚的正天诀？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们？将来的事谁能说得准呢？世事无常，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我察觉到这前面有一股很熟悉的气息，或许我们会遇上意外之人。你们在这别动，我下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有古怪。这气息好熟悉，怎么像是前元的烈月诀？我想明白了，是风远阳。一元60年前最杰出的弟子风远阳，真是太好了！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他，我们下去看一看，免得他们发生误会。误会？怎么会？同是一元法诀，他们难道还会打一架不成？师伯真是高兴的糊涂了。哎呦，你是谁啊？可是出自一元？看你身上的光芒，应该是出自阳元。想不到这么多年了，阳元终于出了一位杰出的人才呀！你说的没错，我叫陆云，你也是一元弟子吧？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鬼域之中呢？想不到今天能在这里遇上同门师弟，真是高兴。我叫风远阳，你可听过我的名字？陆云见过师兄，你可是我们一元有名的高手。师兄，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好俊俏的人物，光问我，你又怎么来到这里的？上面那几个又是什么人呢？上面是我师父紫阳真人，还有坤院的张傲雪师姐，阴院的凌云峰，与凤凰书院的弟子苍月、徐杰。师叔也来了，我得去见一见师叔。50年不见，不知师叔还好吗？走吧，我们上去再说。师叔，你们怎么到鬼域来了？这里可是凶险无比，号称3间7界最凶险的地狱啊！世事无常，我们也不想来这里，可惜没有办法。这一次来这里，也是因为不了解这里的情况，遇上了几次危险，陆云才带着大家四周找寻那些落单的鬼魂。想问一下这鬼域的具体情况，以方便我们取回那封魂符。想不到鬼魂没有找到，反而把你找到了。想不到竟出了这种事。就我所知，要想在这里取回那封魂符，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要进入鬼王城就相当困难。这里的环境，你们可能也都明白一些了。真元恢复要比人间慢上了1倍，那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其次，鬼域高手如云，鬼王城更是铜墙铁壁，就我们几人，就算冲进去，在众多鬼物的攻击下，恐怕也难以活着离开。第三，你们可能不知道，鬼域之中有3座鬼王城，可那化魂池在哪一座鬼王城中，就没人知道了。我来这里已经快50年了，也同样不清楚那化魂池究竟在哪一座鬼王城里。我来这里已经快50年了，也同样不清楚那化魂池究竟在哪一座鬼王城里。这鬼域中有3座鬼王城，不知是怎样分布的呢？这里怎么很难见到阴魂鬼物呢？我们从来到这里，从来没遇上过落单的。这些事情，师兄可知道吗？据我所知，这鬼域之中有3条河流，分别是黑河、阴尸江、无魂江。这3条河流形成三角形，在里面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地域。而3座鬼王城就分别坐落在3条河流中间，也呈三角形分布。
至于你们没有遇见落单的鬼物，那是因为这里几乎所有鬼物都居住在那块封闭的地狱里，这外面除了不时有鬼君出没外，是找不到鬼物阴魂的。而那些鬼物想出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3条河流宛如一道强劲的结界，将里面与外面完全隔绝了。怪不得我找了这么半天什么都没有找到，原来是这样。哎，对了，师兄，你在这里这么多年了，怎么没有想过回人间呢？你不知道我们医院现在可风光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嘿嘿。师叔，是不是议员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师弟这样说指的是什么呢？议员的确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的议员已经是6院之首了。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啊？是谁为议员取得了如此荣耀？师叔，快告诉我，是谁？哪医院的呀？就是陆云了，是他用议员从来没有人修炼成的五雷震天诀，打败了天剑9诀的灭天诀，为我们医院取得了无上光荣。不知道那一刻可把那些天剑院的高手鼻子都气歪了，他们还死不认账，想耍赖不承认呢。哈哈，好样的呀！师兄虽然没有看见你的比赛，但我一样以你为荣，好好努力，将来好将议员发扬光大。我明白，谢谢师兄夸奖。师兄，您能不能说一下您是怎么到这里的呀？这事说来都有些偶然。当年我行到天下，一次无意中在一处深山里发现了一处阴魂聚集之地。那时我怕这些阴魂出现人间，伤害无辜百姓，所以就深入腹地，准备消灭它。谁知那里面阴魂鬼力无数，我费了很大功夫，也被其中一只最厉害的鬼魅逃离了。当时的我年少气盛，也就没多想什么，一直追赶，越陷越深。最后在突破了一层强劲的结界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来到了鬼域，也就是这石崖下的一个怪洞里。后来我进入后失去了那个鬼魅的行踪，便四处走动。等我将这里情况有一定了解后，想回去时，才发现这石崖下的那道结界竟被人从外面封印了，连我自己都出不去了。我曾经试探了几次，那封印之人的气息很古怪，似乎是佛门法诀，与我们道家不同，我无法穿越。这么说来，师兄也是待得够久了。这样吧，师兄不妨与我们一起，等取回封魂符后，我们一起回到人间。有师兄在此，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也就清楚许多了。不如现在咱们离开这里，前往鬼王城，伺机行动。大家觉得呢？这样也好，有远迎在，很多事情我们就不用费时间去查了。现在我们就走吧，有什么事情路上再讲。师兄啊，这鬼域与人间不同，也分白天黑夜，可怎么我感觉不明显呢？这里鬼气弥漫，除了鬼魂外，怎么还有鬼怪啊？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简单说，这里其实与人间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的鬼日没有光芒，因为鬼怕见光，所以这个地方感觉上白天黑夜不明显。另外，这里那些鬼怪就宛如人间的猛虎一般，不仅要伤人，就是鬼物遇上也会一样被袭击。现在我们这个方向前去，就是黑河与阴尸江的交汇点，在那里是两军对垒的地方，我们混入进去的希望要会大一些。风师兄，你的意思是说，这鬼域有3座鬼王城与3大军团，就像人间的3个大国一样，彼此是对立的，都在互相侵略扩张，是吗？的确是这样。鬼域有3座王城，有3位鬼王，每一位鬼王手下都有1位鬼帅、3位鬼仙在支撑着。我们要想混进去，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两军对垒之处进入，那样可以趁水摸鱼。不过这也有一个坏处，那就是距离每一座鬼王城都有一定距离，我们想要穿越那段距离也是十分危险的。师兄说的这3条河流都有古怪的结界存在，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在交汇处穿越呀。其实我说的不够清楚，为什么交汇处有强大的鬼军守卫，就是因为要进入那里面，唯一的破绽就是3处交汇点。因为3条河流每一条性质都不同，其结界方式也不同，不同方式交汇在一起就会相互排斥抵御，从而形成一个缺口，可以让人随意进出。这也就是为什么3大军团一直老守此处的原因。原来是这样。可我们都从人间进来，身上气息十分重，加上苍月与傲雪，他们都是神器在手。那股强大的气息一靠近鬼物，老远他们就会知道，那样也是枉然呐。陆远，你不是可以隐藏气息吗？刚才来这儿之前，我们还专门试了一下，你能让大家的气息都隐藏住，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偷偷混进去了。我的确可以隐藏气息，但是只是你们察觉不到，可不证明那些鬼物也察觉不到啊。毕竟人与鬼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就算他们察觉不到我的气息，可我也没办法让大家全部隐藏气息啊。我现在是这么想的，等到了那儿后，大家在外面等我，我独自一人进去探查一番，看看能不能行。要是可以的话，我就偷偷去探查那化魂池的下落，等一切清楚之后再与大家一起进入，这样也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这方法虽好，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是不放心的。不过这一次事关重大，在没有办法的前提下，也只得这样了。为师没有什么好说的，就祝你一切顺利吧。你们放心吧，如果情况有异，我肯定马上回来。别忘了，我可以穿越黑河，而那些鬼物却是无法穿越的。这件事啊，就这么说定了。走，好了，你们就在这等我吧，我去探查一下，不用担心，我走了。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他只是在一元修炼了2年，就修炼到了如此地步。就以我现在的修为来说，也无法做到他刚才那随意自然的幻化无影。他的身上或许充满了我们所不知的秘密吧。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先隐藏起来，等录音消息吧。走了。想不到这双方首领竟然如此厉害，这实力绝对称得上是鬼仙级别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风师兄不是说每位鬼王手下只有3位鬼仙级别的人物吗？而为什么他们又会被派来镇守这里呢？记得当天在太玄山上也出现了3只鬼仙，难道那3只鬼仙就分别属于这3位鬼王的手下？这鬼域当真隐秘，要是有我们几个人的实力，硬拼的话，恐怕只是以卵击石。这鬼王城防守如此严密，再加上这神秘结界，恐怕就是他不主动攻击我们，我们想要进去，也是十分困难的。那是什么？怎么有些像人的形状呢？这不可能啊！他是怎么进入鬼域，又如何穿越那黑河间，进入这鬼王城来的？似乎从来没有人可以进入这属于我们的神圣无比的鬼王城。是不是觉得很奇怪？这里可是鬼王城，任何阳刚之气在这里
都只能发挥出3层威力，而阴森之气却能发挥出12分的威力。你还是受死吧，人类！一只小小的鬼魅还想拦住我，你差得远了。不可能！我不信！你怎么可能修炼成我鬼域至高无上的法诀化魂大法呢？不可能！不！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凭借人类之体而将我鬼域无上法诀化魂大法修炼到了传说中从来没有人修炼成功的王甲重生之至高境界？这一切你已经没必要知道了。我现在只想试试这身鬼王战甲的威力。哼，就拿你来开刀吧。人类，不要妄想能够逃脱！在这鬼域3大绝阵之一的12凶煞阵里，要想活着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有鬼王战甲在身，也一样无法逃脱。准备品尝死亡的滋味吧！不错，你是这么多年来进入鬼域中最强大的一个人类了。可惜呀，你虽然强大，但不该来这里。现在你就准备受死吧，地鬼炼神！竟然连我们鬼域的厉鬼炼神都破了，真是了不起呀！可惜呀，这里是鬼域，是世间一切阴魂鬼魄居住的地方。你这个生人到此，就注定要把命留下。你逃了许久，最后还是逃不掉，只是想不到你竟然逃到了这个地方。或许这就注定你必死无疑了。你很好奇这口井是吗？我可以告诉你，这口井在鬼域之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称它为锁魂井。鬼域之中的一切鬼物，包括至高无上的鬼王，都不敢靠近这井3尺以内，一旦靠近就会被它吞噬，永无存活的机会。这口井中有着鬼域传说中的分魂缸，任何东西进入都会被它卷得粉碎，魂飞魄散而亡。井中还有鬼域2大凶灵之一的千影血魅。千古以来，我们这里处置那些违背命令的鬼将，都是将其投入井中。粗略算来，也应该有上万的鬼兵鬼将被抛入其中，却从来没有一个逃出劫难的。既然你自己选择了这里作为葬身之地，那么我就成全你。现在你还想知道什么？不妨快快讲出来，我倒愿意让你做个明白鬼。既然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打算逃了。我只想问你，
关于我身上这鬼王甲的来历，那又要有高手夺来的封魂符，据说放进了化魂池。这化魂池在什么地方？所谓的鬼王甲，又名鬼王战甲，可以抵御一切阳刚真元的攻击，主要是指人间界的攻击。对于鬼域而言，虽然有一定的防御能力，但效果却不是很好。这个鬼王战甲据说是化魂大法修炼到了大成境界之后，机缘巧合能突破第12层境界，就可以进入那最神奇的王甲重生之境。至于这战甲究竟有些什么功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你是第一个修炼成了，以往还从来没有人修炼成功过。可惜的是，你却就要死了，不然你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新的功效呢。至于封魂符与化魂池，那个就不是你该知道的了。现在还是让我们送你最后一程吧。原来是鬼域3大绝地之一的幽灵岛上的幽灵使者，无怪有如此强大的修为。你的手段倒是很不错嘛，我也来试一试。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修为？凭你的修为，绝对不是人间界的高手。你究竟来自何处？我来自何处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不管我来自何处，今天你都注定要魂飞魄散。现在你就接受惩罚吧。不管你是谁，这里都是我的地盘。一切应该结束了，我没有太多时间与你耽误，认命吧。请问，是你救了我吗？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呢？救你，是因为一个故人的原因。至于我是谁，这一点将来你或许会知道。谢谢你救了我。不知道与我一起的其他4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你也一起救了他们吗？放心，他们都没有事了，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这一次单独找你来是有件事想要问你，你最好老实回答我。我刚查看了一下你的修为，发现你年纪轻轻竟然进入了龟仙之界，真是世间罕见。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得到什么奇遇？希望你老实回答。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得到一些奇遇。不久前，我们太玄山上出现了传说中的五彩仙兰。为了抢夺那五彩仙兰，一只巨大无比的3头灵蛇突然出现，直接威胁到了我们天剑院的生死存亡。那一刻，掌教师伯发动了玄天剑阵，攻击那3头灵蛇，可惜最后仍然不敌，反而身受重伤。就在危险万分的关头，我天剑院传说中的神鸟大鹏突然出现，奋力与那3头灵蛇交战。当初神鸟大鹏因为没有天灵神剑之助而位居劣势，我便以神剑相助，与神鸟一起打跑了3头灵蛇。
记得那时我身受重创，神鸟送我回到太玄山之巅，以他数千年修炼而成的五彩丹华为我疗伤。事后我不但伤势痊愈，而且功力也在不知不觉中跨越了一个阶段，进入了归仙之界。这一届的6院会武举行了吗？举行了，还不到10天。以你的修为，在这一次的6院会武中，应该是稳居第1位。想来这一次的第1名，又是天剑院了，是吗？没有，我只得了第2，第1被一元的陆云得去了。1元？怎么可能？你告诉我，那陆云是以什么法诀胜过你的天剑9诀的？以你的修为，相信已经练成了灭天诀，难道他1元还有什么可以胜过灭天诀的法诀不成？1元中的确有一样法诀十分霸道，不过那也是陆云巧取，事前他一直隐而不露，在最后一刻突然发动，使得我落败。至于他所施展的法诀，就是1元阳院的不传之秘，千古以来从来没有人修炼成功的五雷震天诀。五雷震天诀，原来是雷神诀重现人间，想不到这千年不见的雷神诀也出现了。这可是世上至刚至阳的无上法诀，遇上了要小心。你败在这法诀下，算来也不冤枉。这一次救你，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现在我先送你一样东西，这东西是当年一位故人之物，现在我就送给你，记得收好，不可轻易示人。这棋子名叫血河图，异常的霸道而且神秘。至于如何运用，我等会儿自然会传授于你。现在你就仔细听我说一下这血河图的来历。传说中，这血河图乃是3000年前血河真君花了9981年修炼而成。神器出城之日，整个天地一片血红，一副阴阳八卦盘旋在半空，上诸神仙，下灭妖魔，是世间最神奇霸道的8样神器之一。传说中，整个3间7界共有神器24件，其中最霸道的仅仅8样，这血河图就排名在第4位。而神兵谱上排名第5位的天灵神剑，在所有神器中仅仅排名第13位。可想而知，这血河图的威力如何。至于这血河图为何有如此的威力，据说是因为当初血河真君在修炼它时得天之巧，正好遇见世间罕见的气血魔魅与天妖对决。血河真君当时隐藏在一侧，等到这2样世间至霸至煞的异灵两败俱伤时，突然放出血河图，将其收入其中。此后经过数十年的修炼，又加入无数的灵物与灵气，想炼化这2样异灵的血煞之气，可惜一直没有成功。所以最后这血河图修炼成后，全身血红，隐含阴煞之气，可以展现诸魔。这神器如此厉害，你我之间又素昧平生，你似乎没有道理白白送我此物。关于这一点，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这一点你不需要追问太多，你只要明白，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看在一位故往的朋友面子之上。现在，我就传授你这血河图的施展之法。在此之前，你必须先要学会一种法诀，才能施展那血河图。来吧，仔细听好，我先传授你紫华吞日法诀。你必须要将这法诀修炼有成后，才可施展的血河图，不然就会被血河图的阴煞之气反噬。这紫华吞日法诀神秘莫测，威力无穷，你只要好好修炼，自然可以胜过那陆云的雷神诀。等你将这法诀修炼到大成境界之时，那时的你就可以笑傲7界，纵横人间了。现在我传授你血河图的施展之法，记牢了。好自为之，希望下一次我见到你时，你会有一番变化，那样也不枉我这一次救你。紫华现，血河出，太虚转，魔魂珠。好好保重，以后的一切就看你怎么去处理了。缘也命也，皆为定也，3世纠缠，是为孽也。
放心吧，下次见面，我会让你看到我的成就的。我要让整个天下都知道我剑无尘之名，我要重新打败陆云，为天剑院争回荣誉。大家醒醒，我们被人救了，这是不知道是什么人，救了我们却不告而别了。大家现在查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内伤是不是好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既然得救了，大家就该好好珍惜这得来不易的身体。等大家功力恢复之后，我们就继续前进，争取在另一组之前找到化魂池，取回凤魂符。哎，怎么回事啊？傲雪与苍月师姐两人有点古怪啊，无缘无故的冲了出去，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吧。两位师姐，你们怎么了？为什么脸色如此异样？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有什么你们说出来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你察觉到了，是吗？他出事了，而且这一次，他恐怕是陷入了绝境。我已经感觉到他的气息正在飞速的变弱，慢慢的消失了。是的，我感觉到了，我很清楚的感觉到他那最后的呼唤。我想他此时正陷入绝境，所以我要赶去，即使牺牲一切，我也要赶去。你呢？一起吗？他的呼唤里除了你还有我，所以我也要去。时间不多了，我们就与命运一搏吧。哎，两位师姐今天是怎么了呀？说些话古里古怪，做事神秘莫测，真把我给弄糊涂了。师伯，你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呀？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心里突然有种不安的感觉。不会是陆云出事了吧？算了，不说这些了。既然他们都进去了，我们还是跟上去，免得出现意外。等会儿找机会问一下，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了。走吧。好雪，你们两人怎么回事？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硬闯这鬼王城？现在马上跟我们一起走，先退出这里再说，快走！师伯，你们先抵挡住这些鬼军，我同苍月马上赶往鬼王城。陆云出事了，他的气息越来越弱，就快完全消失了。要是再晚，一切都完了。好，快去！无论如何也要救回陆云。这里我们先抵挡，马上我们就赶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这神秘的鬼王城，目前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陆云，其他的都可以暂时不管。恐怕这里面的鬼物不会那么轻易让我们找到陆云的。你仔细看一下四周，这里鬼气阴森，似乎隐藏着无数的鬼物。我们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陆云，不费心思是不行的。现在我已经完全感觉不到陆云的气息了。你呢？你还能找到他的踪影吗？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得找到他。时间不多了，我们开始吧。快走，左前方，神剑探测出陆云的气息就在那里。
我问你，可见过一个英俊男子？那人使用一把赤红色宝剑，修为极高，可是来了这里。鬼王城中只有鬼力，任何人来到这里都是死路一条。欢迎你们光临鬼王城，我会热情地款待你们的。陆云，是你吗？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你要是听见了，记得回答。陆云就是在那里消失气息的，是吗？是啊，他就那样消失了，留下无穷的叹息，让我们去感叹，一元千年不遇的杰出弟子，就在这里逝去了。或许他的光环太耀眼了吧，所以遭到了天劫。天劫，或许吧。以往他总是那样的神秘，可为什么这一次他悄无声息的就离去了？我不相信他会那样离我们而去。或许这一次也只是短暂的分离，不久之后他就会在另一个地方和我们相遇的。嘿嘿嘿嘿，看不出来你们两人蛮聪明的，一下子就猜出了那人死在了这里。哼，告诉你们也无妨，你们要找的人就是葬身在这口井中。这井名为锁魂井，世间无论何物一被卷入就会魂飞魄散，即使是我们鬼域的至高统治者鬼王也不例外，何况是一个小小的人类。是你们逼死陆云的，是吗？现在我就为他报仇，我要杀绝你们。既来鬼域，就成鬼臂。你们要找的人，此时已经形神皆秘。我看，你们还是下去陪他吧。分手时，你还自信十足，说要我们等你的消息。可现在呢？你就一个人那样而去，没有留下一丝消息。记得当初你曾说过，这一生你不愿意被命运摆布，你要纵横天地，随心所欲。可如今呢？你难道忘记了你的誓言，就那样无声的离去？傲雪坚持住，我来救你。相信你不会喜欢看见我忧伤的神情，所以我含笑来看你。告别了，苍月，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将来才能为陆云报仇。陆云，记得不要走得太急，不然我追不上你。不要，傲雪坚持住，不要！你没事吧？为什么要做傻事呢？真元逆转那是修真大忌，你这样做我一生都难以忘记，无法还清。这东西看似普通，其实凶险至极。我逆转真元全力一击也没有办法毁掉它，可想而知它的威力是何等的惊人。或许我那样做反而连累了你。我们之间从踏入这鬼王城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需要客气了。为什么你不敢显露真身？看那鬼仙对你恭敬之色，想来你的身份一定不低，难不成你就是鬼王？你说错了，我并非鬼王，我乃黑河间的鬼帅幻魅。以你们的身份，还没有资格让鬼王亲自招呼你们，由我来招呼你们就足够了。现在我就送你们进地狱去找你们的同伴吧。现在又有些送死的进来了，你带手下去消灭他们，
记得发动旋转流光阵，不要让他们跑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明白，我这就去。现在我们马上进去，尽最大努力将陆云救出。大家小心一点。看这黑色的光照上鬼气浓密，恐怕不是那样轻易可以闯过去的。就我在鬼域几十年的经验，要进入这里面，最好的办法不是应聘。我们只要能够找到其中的奥秘，就可以轻松的进去。我看，大家还是仔细找一下吧。现在时间紧迫，哪有空去找什么奥秘？这时候，陆云正在里面，十分危险，我们岂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不管那么多了，冲了！小心，你不要鲁莽，那样很危险。快点进入，我们好救陆云。不要看了，快走！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马上找到陆云，另外还有傲雪与苍月。很奇怪，我已经完全感觉不到陆云的气息了。至于两位师姐，气息也十分微弱，时隐时现，很难判断方位。我也隐隐察觉到，师姐的气息正在减弱，不知道他们遇上了什么危险，真让人不安。云峰，这方面你最在行，你快查一下，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马上赶过去，好协助他们。大家小心，有鬼魅出现。欢迎光临鬼域黑河间，我代表至高无上的鬼王欢迎你们。为了表达我们最真诚的心意，我将以鬼域最隆重的方式来迎接你们。大家小心，鸳鸯与我拦住这里，云峰与许杰继续前进，一定要找到陆云，快走！许杰随我走，我已经找到两位师姐的下落了。你们不用走了，就留下来接受我们的热情款待吧。乾坤天地，阴阳五行，唯我好学，一切显形。你先走，顺着往前，左转3次后改为右转，就可以找到两位师姐了。这可恶的东西，就交给我来收拾。潜影血魅，不可能！陆云受伤了，我们还是先把他扶起来吧。怎么，我这狼狈的样子好看吗？不好，许杰正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他遇上了危险。云峰他们正在与鬼王城的鬼军交手，情况也十分不妙。快走，我们大家先聚集在一起，再决定是离开还是深入。鬼王城中岂容生魂乱闯，还不给本将军站住！你是什么人？此城将军，难道你就是鬼域的一品大将军不成？你说的不错，我正是黑河间3位一品将军之中排名第2位的鬼刀将军，现在我就吞了你！
想不到你还不简单呐！看样子你在修真界也算得上是个高手，可惜了，你不该来鬼域，更不该来黑河间。这里除了阴魂就是亡灵，绝对不会有生魂存活。现在拿出你最后的本领，奋力挣扎吧！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是你？那我师姐呢？她没有事吧？我刚才明明感觉到你们两个人的气息都消失了，怎么现在你们全没事了？放心，苍月与我一样都没有事。本来我们是要死的，是陆云在最后一刻将我们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现在苍月正在为你报仇，静下心来，好好运功调息。好了，现在时间紧迫，云峰他们还深陷困境，我们先赶过去吧。苍月，咱们俩一起上。傲雪，你带着许姐准备接应他们。走吧，咱们先离开这里再说。究竟这一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仅仅闭关一会儿，整个王城中就冤魂啼哭，厉鬼怒吼？那些死去的军队与鬼魅是什么人杀死的？还有鬼仙，一死一重伤，这样一来我们的实力大减，还怎么与其他两城抗拒呢？你说话呀！啊，你这统帅是怎么当的？无用之计！回大王，这一次是幻魅指挥有误，才使得王城中损失惨重，请大王责罚。可是有一点，大王可能想不到，这一次进入王城的7人中，有几个是身份极为特殊的。特殊？这就是借口吗？我们黑河间的实力本来就是3间最弱的，如今又损兵折将，将来很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困境之中。这一次，由于得天之巧，使得我们鬼域大军有机会进入人间。为此，鬼域3间都将无数的亡魂逼至那封印的通道处，要的就是让他们先去送死，以冲破人间界的阻碍。等通道打通后，到时候我们再各凭本事抢占人间美好山河。现在我们实力大减，怎么去与另外2城抢夺人间界？你说呀！这一点我十分抱歉，我会尽力弥补这一次的过错，请大王不要生气。说起这一次的事情来，其实也是有一些原因在的。第一，敌人实力过于强大，完全出乎意料。第二，是我过于轻敌，没有发动全面的攻击，致使最后损失惨重。第三，敌人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古怪的人物，我们这一次的所有失败都因他而起。是吗？古怪的敌人？怎样的古怪？这一次最先进入王城的人，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个古怪之人，他的行动十分神秘，无声无息就出现在王城之中。在后来的交手中，他先是破解了3大绝阵之一的12凶煞阵，随后又在厉鬼炼神大法下重伤而逃。其实力之强大是王城千年来警喻的，而且最古怪的地方在于，他精通我鬼域无上法诀化魂大法。
并且修炼出了王甲重生的至高境界。会有此事？后来呢？他在重伤之下可曾逃离？没有，当时他虽然想逃，却在我的监视下无所遁形。最后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竟然逃到了锁魂井旁，在那里被我与2只鬼仙拦住。当时他全身真元耗尽，在死前仅问了一下关于封魂符的事情，随后就被鬼仙送进了锁魂井。本来以为事情已经结束，可不久之后，2个女子闯入，全力追问那少年的事情。这一双少女手中握有神兵谱上排名第8位的影月双剑，修为高强，使得我们损失了不少人手。更奇怪的是，在我以罗黑罩准备炼化他们时，他们身上却出现了十分神奇的护体战甲，一直与我对抗。就在那时，又有4人进入王城，我便吩咐鬼仙前去阻击。原来是24诸天神器中的影月双剑，那一对女子可死在你手中。那些闯入的人又是怎样逃离的呢？后来眼前那2个女子魂魄已经飘散，就在元神即将消散时，锁魂井突然发生变异。这样来说，此次造成这样的损失也勉强说得过去。对于这些古怪之人，以后一定要多加留意，一旦他再次进入王城，马上通知我。另外，雪莉已经复活了，这一点你要严密注视。我已经感觉到他的气息正在向黑河间靠近，同时另一股十分邪恶的气息也若隐若现，像极是无间鬼煞的气息。雪莉鬼煞同时复活，怎么会这样呢？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鬼域从此将不得安宁。加上那一直神秘莫测的无魂璎珞，鬼域3大凶煞同时出现，那可是鬼域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大王对此事可有什么指示？哼，这事情是鬼域大事，不仅仅是我们，阴尸剑与无魂剑也将受到重大的威胁。现在既然出现人间的修真高手，那么就将这棘手的事情引到他们头上去。你不是说那人十分厉害吗？我们就来个一石二鸟，坐收渔人之利。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往人间界的通道即将打通，能够将这3大凶煞引去打头阵，对付人间界的高手，也是对我们十分有利的事情。大王英明，如此高绝之策实在令人敬佩。这事情我会依照大王的意思尽力完成。现在大王可还有事要问？没有的话我就离开了。去吧，小心防御。此时我们实力大损，再不小心点儿，你就不要来见我了。或许这一次就是一个转机，只是看谁能把握得更准一些。喂，陆源，你怎么了？我们几人问你话，你怎么都不回答？我在想一些事情，现在咱们先穿越这黑河，找个地方休息会儿，再说其他吧。陆云，究竟先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傲雪与苍月都感觉到你的气息在慢慢消失呢？你进入鬼王城后，到底遇上了怎样的凶险？这一次鬼王城之行，只差一点，就让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本来我也是悄悄进入，心中十分小心，谁知那鬼王城中那些绿色城墙，除了色彩古怪，竟然可以显示一切隐藏之物。任何隐藏的实体一入鬼王城中便无所遁形。由于我过于轻敌了，在12只鬼魅所发动的鬼域3大绝阵之一的12凶煞阵中，我身受重创，随后又在鬼力的炼神大法之下差点身心俱灭，最后又遭到2只鬼仙的攻击，使我陷入了绝境之中，被逼得落入锁魂井。
无数次重伤，使得我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在进入锁魂境的一瞬间，强大的分魂港撕裂了我的身体，鲜血随着那旋风的旋转，化为了一片血雾。而当一切结束时，我耳中听到了一声声呼唤，以穿越3界的执着将我唤醒。而当一切结束时，我耳中听到了一声声呼唤，以穿越3界的执着将我唤醒。而那一刻，我意识渐渐回归。我知道我还不能死，还有很多人在等我回去。就这样，强大的求生意念支撑着我，让我在地狱的边缘徘徊了一圈之后，再次回到这里。这声音可真是恐怖，煞气迎凶，可听上去却有几分熟悉。奇怪，你在说什么呀？熟悉？这声音哪有什么熟悉的？阴森恐怖，听着都让人心里不舒服。嘿嘿，别怕，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再说还有我保护你啊，怕什么呀？我说这声音熟悉，是因为我感觉中我们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只是这记忆很模糊而已。乱说什么？谁让你保护了？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其实云峰所言不假，这声音咱们的确听过，就是那不死雪莉所发出的。他此刻恐怕正在那黑河间与鬼君相互厮杀，打得兴起呢。是他？陆云，你不会听错了吧？真是这东西出现的话，我们要找到封魂符就更加困难了。师父，你不用担心，这血力出现其实对于咱们有利。你记不记得当日他复活时曾言，他与鬼王鬼帅之间有着深仇大恨，如今有他帮咱们牵制那些鬼域高手，对咱们的行事反而方便许多。这样一来，眼前我们就有了一个好的机会，可以趁机进入鬼王城，寻找那化魂池的下落。现在我们行动吧，大家觉得呢？以咱们的实力，不足以整个鬼王城隐蔽。此时虽有不死血力牵制住鬼王城大部分力量，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不宜全部进去。这一次我绝不答应让你一人再次前往，要去我们大家一起，那样遇见事情也可以相互照顾。如果只是你一人前往，要是再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来得及救你？这次我并不打算独自一人前往。我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兵分2路，师父，你与云峰、许杰师妹、风师兄，你们4人一起隐藏在鬼王城之外，注视着血力的动静。我和傲雪、苍月，我秘密前往，搜寻那化魂池的下落，看看能否找回封魂符。这样子，师父应该放心了吧？既然这样，那好吧，你们3人记得小心安全，一有危险就马上回来。这次找不到，还有下次，不要太心急，明白吗？时间紧迫，我们走。我传你们一法，注意，仔细体会。现在你们自己试一下，看看真气频率可以提升到多高，凭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进去。控制真气频率是以人的意志为主，不是靠强迫来完成。要做到意由心法，意动气动，必须要心智专注，空无杂念才可以。第一次你们能够将真气频率提升到4300次，已经非常不错了。不过你们这种消耗大量真元而得来的结果，不是最好的。陆云，你这方法好神奇啊，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呢？以往虽然我也曾调整过自己的真气频率，但那只是小浮动的波动，从没想过自己的真气可以强行提升数倍，真是太神奇了。然而更神奇的是，
这种方法可以轻易地穿越这强大的结界，不需要像我们第一次一样强行的突破，弄得惊天动地的。现在你们刚开始，等以后熟练了，真气频率还会提升得更高。这真气波不但可以使你们穿越一些神奇的结界，而且可以探查一些隐蔽的气息，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防御攻击敌人。金魔域的魔仙呢，最为擅长这种攻击方式，攻击力强大，而且十分隐蔽。只要你们用心体会，以后会有很大帮助。而以我现在而言，真气频率可以到达每瞬70万次，只要你们努力的话，也是可以的。你的修为恐怕超过我们许多，你身上充满了神秘，每次都那么令人震惊。记得在6院会武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你必败无疑，因为他们想不到你会拿什么去迎剑无尘，结果你却以千古未现的雷神诀打败了天剑诀，使得所有人都为之震惊。而这一次在鬼域中的很多事情也慢慢体现出了你的神秘。其实我们两人都明白你一直都在掩饰着什么。今天你传授我们这种控制真气的法门，是不是你心里已经决定以后不再掩饰了？在你们两人面前，我其实一直就不想掩饰什么，因为我不忍心欺骗你们。有些事我不能说，我只能告诉你们，一元只是我人生一个驿站。当某一天我离开之时，一切的事情你们都会了解。走吧。雪莉，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是黑河间鬼王城吗？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过会儿想离开，恐怕就来不及了。环妹，别来无恙啊！你们一定想不到我会复活吧？哈哈哈！当年的事情，我是不会忘记的。1000年了，就是你们6个无耻的家伙联手将我封印，可惜你们却杀不了我。如今我回来了，我要向你们6个逐个的来索取代价。今天我就先将这黑河间闹得天翻地覆，然后杀掉你与鬼王，我再去找另外4个无耻的家伙，个个消灭。现在你就接受惩罚吧。1000年了，你依然还是那样冲动鲁莽，比起无间鬼煞与无魂璎珞来，可愚蠢多了。你恐怕还不知道，这一刻的无间鬼煞正隐藏在鬼域之中，注视着这里的一切，而那无魂璎珞则赶往了鬼域与人间的通道处，准备进入人间，享受那美味无比的活人鲜血。只有你这个傻蛋在这里拼命制造麻烦，费力不顶用。休要胡说八道，他们要是出现的话，我一定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气息。现在这里根本就感觉不到他们的气息，你是故意骗我。这一次不杀你与鬼王，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还是接招吧。看你这样子是太久没有吸过活人鲜血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点美味，保证让你开怀大饮，连呼阔饮。哼，想让我替你们挡住强敌，真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那些家伙你喜欢你自己收拾，我现在先找到鬼王算账。至于你，什么时间遇上，什么时候收拾你。看来这血力对他们是个极大的威胁，不然鬼帅也不会在察觉到我们之后仍旧不理不睬。这不死血力乃是不灭之体，这次鬼王城恐怕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样也好，我们可以少去很多强敌了。话虽然如此，但是将来要面对那血力，我们恐怕也要耗费相当大的精力啊。如果找回了封魂符，将鬼域封印住，那样对于我们当然是没有什么。
可如果没有找到封魂符，那将来总有一天，我们是无可避免要遇上这血力的。这件事还说不定，我们还是趁机寻找那化魂池的下落吧。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说得不错，将来的事谁能知道呢？还是先办眼前的事要紧。走吧。看样子血力与鬼王对上了，从这旗鼓相当的气势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恐怕没什么明显的结果。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现在我们还是找一只鬼物，逼问那化魂池的下落吧。记得上一次是你将血力赶走的，如果下一次再遇上他，你有把握能够灭掉他吗？至少我不会让他伤害你们，这样答复可以吗？消灭他的话，10成把握虽然没有，但7成总归是够的。血力之所以不灭，是因为他体内有一块晶片。上次咱们联手围攻他，我就发现他的护体血罩在破灭的一瞬间，在心脏位置露出了一块晶片。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取出或者毁掉那块晶片，就可以消灭它。原来是这样，那么将来就有应付的对策了。可问出什么了吗？问了2次，这鬼魂的回答都是不知道。他只说那化魂池乃鬼域3大绝地之一，整个鬼域不知道下落的不到10个。看来我们想从这些鬼物问出结果是很困难了。这种结果其实也在预料之中。化魂池乃是鬼域3大绝地之一，肯定不会这么容易找到。哈哈哈！想不到你们还真是不死心啊，竟然一再的前来送死。这一次恐怕你们是有来无回了。你不好好招呼那不死血力，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这样也好，我们正想找你，一来算算先前的旧账，二来我还有事情问你。是吗？你们擅自闯入我鬼王城中，杀我城中鬼兵，现在还说要找我算账了？你们这些人间界的修道人可真是是非颠倒，满口胡说。至于你想问的事情，是不是关于那化魂池的？这一点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或许我一高兴就告诉你们也不一定。不用在这拖延时间，你是怕我们闯入城中，那是会影响鬼王对付血力吧？这血力乃是不灭之体，要是鬼王能杀得死他，当年也不会仅仅是封印他这么简单了。你怎么知道的？难道你见过血力不成？这不可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哼，想知道呀？那你用化魂池的秘密与我交换，我就告诉你，怎么样？这样咱们彼此各取所需，谁也不会吃亏。不然，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那血力的秘密是什么。好，我可以告诉你化魂池的具体方位，可是你要怎么知道我说的话是否真实？这一点你可想过？这一点我自然明白，而我说的话真实与否，你有分辨得出吗？咱们大家彼此，你说呢？阴险的人类没有一个可信的。好了，你先说吧，说完我就告诉你化魂池的事情。哼，笑话。是你先提出想知道那血力之时，自然应该你先说。如果你没诚意的话，那咱们就取消这次交易。是天灵神剑，想不到剑无尘也来了，好快。我们也去看一下吧，看看这鬼王城中究竟聚集了多少高手，都是一些什么角色。我们此去会不会深陷其中？那样的话反而有碍我们寻找化魂池。咱们现在这种找法也是大海捞针，进去打探一下动静，有利我们寻找那化魂池。记得用我教你们的法诀隐藏自身气息。走。
陆云，你可察觉到，这几股气息都十分相近。除了剑无尘一行人外，其他的都带着几分阴森鬼气，显然不是什么好来路。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剑无尘等人外，那带着血腥之气的人影，其中隐藏的极为可能是人间界的邪恶高手。我感觉到他的身上带有明显的人类气息，和这些鬼物不同。苍月说的没错，那的确是人类，而且是在人间出了名的恶人，乃是修真界5大邪魔之一，名字我不清楚，大雪应该记得。当日在绝阴谷中笑月天狼飞升之际，那突然出现的2个邪恶人物中，就有这一个。是他？真是想不到，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他此时出现在这里，自然是有目的的。我唯一不解的是，他是从什么地方进入鬼域的？按照说，现在通道有一员高手守护，他是绝不可能从那里进入。难道鬼域中还有其他秘密通道？要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守住那通道又有什么用呢？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但现在一时也猜不透，我们还是先顾及眼下的事吧。除了他以外，陆云，你还认识其他鬼物吗？除了此人之外，那黑云中隐藏的鬼物，傲雪，你也见过，就是与不死血力齐名的无间鬼煞。想不到他来得如此之快，竟然赶在了咱们的前面。而剩下那4道黑影，我猜想极有可能是阴尸间与无魂间2处鬼王城中的鬼帅，因为他们的气息虽然与这里的鬼帅略有不同，但却极为相近。各位突然驾临本城，不知走为何事？阴尸间与无魂间的2位鬼帅带着手下鬼仙莅临本城，看来不会是无事吧？还有那隐身黑云中的无间鬼煞，此时出现，难不成是来看热闹？至于这位人间界有名的招魂鬼嫂，不知道又是为了什么，跑到我鬼王城中来了。老夫不过是来凑个数，顺便见识一下鬼域这么多年来是不是有什么变化。现在一看，变化不小吗？有点意思了。盈利、不破，你们2剑与我们一支3足而立，彼此之间互不干涉。这一次来此，你们最好把目的说清楚，不然休要怪我等以多欺少，收拾你们。就你们现在的情形，自身都难保了，还敢夸口？我看你还是将这血力与人间界的高手先收拾了，我们再说其他的吧。现在我没有时间和你多说，我还要找那招魂老鬼算点账，我们就各行其事吧。鬼王，现在还是继续我们之间的这段旧账吧。1000年了，是应该了结的时候了。这一次，你是绝对逃脱不了的。鬼煞就在上方，他已经答应我，为我守住4方。来吧，拿出你的本领，我们来一个1000年的了断。现在这7股势力中，唯一没有动的，就是那无间鬼煞了。看来他恐怕最不好对付。至于那不死血力，有点愚昧，完全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竟然与剑无尘等人打了起来，真是糊涂。那样也好，可以挫一挫天剑院的锐气，让他们也试一下这血力的威力。这里目前最厉害的，就算那鬼王、血力，还有那神秘的鬼煞了。至于其他几方，虽然很厉害，但恐怕没有这3样凶猛霸道。你们可发觉现在的剑无尘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吗？还有一点，那鬼帅阴里为什么要找那招魂鬼嫂的麻烦？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啊？陆云，你说我们看不出什么，那你看出什么了？如果你们仔细留心的话，就会发现他眼底不是闪过一道紫光，同时
我感觉到他身上似乎隐藏着一件东西，可是没猜出是什么。或许我们修为太浅了，还一点也看不出。那阴力攻击招魂鬼叟，是不是招魂鬼叟身上隐藏了什么？不，你不能这样！阎王令！住手！不要！小心点，这阎王令上暗藏无穷的邪恶之力，极有可能是鬼域的无上至宝，不然这血力这样的怪物不会那样惊恐不安。现在招魂鬼叟还处于异变，最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没人知道。咱们现在尽力隐藏自身气息，能避免正面交锋最好。这里高手这么多，让他们对付招魂鬼叟，我们静观其变。如此关键时刻，希望大家可以暂时放弃彼此之间的恩怨，先想办法将这招魂鬼叟消灭。现在他还处于异变之中，一旦等他施展完毕，煞血阎罗重生，那时候恐怕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要遭殃了。尹力，为什么这阎王令会出现在他手中？这可是一直是鬼域三间共同封存在鬼灵塔的无上至宝，一直是由你们阴世间把守。这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你来时为什么不将此事说明？如果你一开始就讲出来，我们一起动手，早就将此物给夺回来了，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你说，这是为什么？通往人间的通道已经打通，当时大家都准备禁绝人间的事情，心思全放在这事上，而这招魂鬼叟却在1个月前秘密潜入我阴世间，一直隐藏在暗中寻找机会，最终还是被他瞧准了时机，连杀我手下7位鬼魅，重伤鬼仙而遁。我事后知道，便一路追来。他为了摆脱我，故意闯入你这黑河间来。这种事情岂能怨我们防守不力？恐怕就是你们自己遇上也是一样，不然这里怎么会有人间修道者出现呢？大家准备进攻，等到煞血阎罗的身影开始出现，重叠到招魂鬼叟身上，我们务必要将其击散，阻止那最关键的一步。这一刻是那煞血阎罗实力最弱的时候，因为他附体到招魂鬼叟身上前，先要将招魂鬼叟的意识销毁，那样就会遇上招魂鬼叟的反抗，那一刻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一旦错过，我们再想消灭他就几乎不可能了。进攻，快，全力出手！师叔，趁现在他们混战的大好时机，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去寻那化魂池吧。一旦他们之间决斗分出胜负，不管谁胜谁负，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吴尘说的有道理，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这地方果然不愧是世间最凶邪的地狱，充满着无穷的凶险，还是尽早离开为妙。陆云，你认为这鬼域6大高手联合起来，能消灭那个煞血阎罗吗？这很难说。就目前为止，我发现的无间鬼煞并没有尽全力，一直有所保留，而那鬼王似乎也隐藏了实力。至于那煞血阎罗，我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十分强大，目前还在不停的飞增之中。他们之所以现在进攻，便是知道煞血阎罗此时实力并没有到达顶峰，一旦那煞血阎罗功力停止增长，恐怕他们逃都来不及。那边天剑院的人逃了，我们现在呢，是选择离去还是继续观战？再看一下吧，见无尘他们走不掉，
已经有鬼仙开始拦截了。大王，现在我们怎么办？是继续进攻，还是先撤退？以后再想办法。现在春涛刚刚复活，力量还不稳定，我们再全力一击，或许有一线希望。一旦等到将来他实力稳定，达到最强势的时候，我们再想消灭他，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来吧，最后一击，大家全力以赴。好，最后一次，不行就撤退。开始。这一掌是还你先前杀我属下的，剩下这一脚是我送你的。哼，你慢慢去对付那煞血阎罗吧，我先走一步了。快走，再晚就走不成了。是你？你不是当年已经……看样子你还记得我。此时见到我很奇怪是吗？其实这一次来是与你带点东西，同时有一件关系人间界的大事要找你商谈。多年不见，你的修为已经精进了许多，到了归仙后期了，现在应该是毕劫的时候了。哈哈，努力点儿，以你的修为就差一步了。不知道你此次来所谓何事？人间界，你指的是如今这一场劫难吗？仙剑门远离红尘已经数百年，早已经无心过问人间之事了。修真炼剑方是我等的目的，真正斩妖除魔的是修真六院。你直接回去说一声，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这一点我自然知道，但此次事关重大，不只是牵扯六院，就连你们仙剑门、万佛宗、无为道派，甚至天魔教、魔神宗都会牵扯在内。同时，天之三界与域之三界也将全部被牵扯其中，谁也无法摆脱。我来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思，这一点你要明白。此次我不过是专门主持此事的人而已，除了我外，还有其他人参与。在我的计划中，我打算先将六院合一，组建一个六院联盟，另外你们三派组成另一个同盟，在关键的时候从旁协助。这件事情我不好回答你，以你与我们仙剑门的交情，你自然明白仙剑门的祖训，不许过问人间之事，所以恐怕这一次要让你失望了，抱歉。哈哈哈，你的回答一点都没逃出你师父的预料。这一次我们就是算准了你不会答应，所以我才特地从你师父手中要了一样信物，你看过之后自然会明白。既然有恩师手谕，我也不再说什么。我仙剑门弟子不多，修为在不灭境界以上的仅仅12人。这一次我就派6人入室应劫。我门中弟子，以我师弟占心尊者入室次数最多。这一次就让他带5个高手从旁协助吧。此次不知道你打算6院中定谁为联盟盟主，是天剑院还是这一届的6院第一议员呢？这一次自然是以天剑院为主，毕竟论实力，其他5院还是比不上他们。此次是为了共同应付这场天地浩劫，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至于那盟主人选，我心中已经有数，也是出自天剑院，
不过年纪轻了一点，但这样也好，做事果断，有大家从旁协助，也正好让他多历练一下。那么我们三派呢？你又打算怎么协助六元联盟呢？三派中谁人领导？这一点到时候我们会派人通知你们。你放心，那领导之人自然不是一般人，他也来自上面。好了，现在我也不多说了，等我把事情处理好后自会来通知你。现在我就去万佛宗与无为道派走一趟，你也准备一下人选。日浮现，天地落，虚无出，七界苦。逆天子，万灭土。相逢日，七界无。怎么不认识我了？记得那一次我来时，你还才100岁出头，想不到转眼间已经200多年过去了。难道您就是家师当年300岁大寿时前来祝贺的道元风雷真君老前辈？我不会是眼花了吧？据说您老人家早在200年飞升云之法界了，怎么此刻会出现在这里啊？看来你的记忆还是不错，当年仅仅一面之缘，你却现在都还记得。这200多年来，我的确一直在云之法界，此次来这儿也是受好友相托，有事情与你交代。前辈有事请讲，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能劳您大驾呀。此事关乎整个3间7界，可谓前所未有。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这一次7星倒转之事已成，谁也无力回天。等太阴蔽日出现，预知3界就将重临人间，到时整个人间，包括天之3界，都将受到破坏。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会现身7界，7界就将面临一场浩劫。此次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们，要将修真界所有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应付这一次的劫难。只有聚集所有修真界的力量，才能阻止这一次的劫难。前辈此次希望长河怎么协助你呢？要说应付天下劫难，我天剑院身为6院之一，自然是不落人后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前辈只管吩咐。此次来，第一是要你出面联合6院，将6院聚集起来，组成一个6院联盟。第二，也要告诉你，与此同时，仙剑门、万佛宗、无为道派，此次都将同时派出高手，组建3派同盟，在一旁协助你们6院。就我们的打算，是以6院为主力人马，而3派同盟则一旁协助，同时办一些你们6院办不了的事情。这事情我自然是义不容辞，可现在议员才是6院第一，我如果出面，恐怕不好吧？这一点你们不用担心，此次并非我一人来，同时关注此事的同道还有不少，他们会为你办理一些不好办的事情。就目前而言，虽然议员是这一届的6院第一，但论真正实力，他们仍然是6院后3位的。这一次事关重大，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一致的决定还是由天剑院带头完成这个任务。
至于六院联盟的盟主人选已经定好，就出自你们天剑院，暂时不忙告诉你。等事情处理的差不多时，我们自然会出面宣布。此次所谓的六院中，道院我自会处理，而菩提学院与凤凰书院都不需要你操心。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如园与异园而已了。既然这样，那么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只不过石前辈需要我在什么时候将此事办好呢？现在西首鬼域之门已开，异园与如园连同凤凰书院的人都集中在那里，我们此时去提这事情恐怕不是时候吧。一切皆定，一切皆缘，早一见晚一见，只要相见就会分散，具体怎么处理就随你了。至于六院联盟之事，务必要在3个月内完成，而且越快越好，因为鬼域之门已开，马上魔域妖域之门都会开启。之所以要六院联盟，就是为了在太阴蔽日前，在修真界联合一股强大的力量，好应付那场劫难。好了，我就不多留了，好好学习。你们凤凰书院平时除了修炼之外，可有些什么好玩的吗？空余时间怎么过啊？除了修炼，还是修炼，没有什么可玩的。我们那里要求相当严格，每一个门下姐妹都刻苦修炼，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玩。记得师姐当初为了修炼法诀，一连10日闭门不出，一坐就是10天。如今师姐成了这次论武大会的第3人，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了。哦，那样啊，难道不会把人闷坏了？整日整夜的修炼，那成什么了？不用吃饭睡觉吗？我可真是佩服你们这种精神，要我去，不出3天就待不下去了。快走，马上离开这里，再晚就来不及了。从这一次事情来看，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只要遇上鬼王，就必将陷入绝境。当初傲雪与苍月两人，仅仅是遇上黑河间的鬼帅，就险些丧命其手，更别说鬼王了。现在，这煞血阎罗重生，恐怕整个鬼域都将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而咱们的任务也就更重了。不论如何，咱们必须尽快找到风魂符，将鬼域的出口封住，不然，这人间界真的就危险了。陆云所言不错，我们这一次任务艰巨，但不管如何也得完成任务。一旦这些鬼王鬼帅进入人间，那时天下百姓就将面临空前劫难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死去何处呢？现在黑河间的王城有煞血阎罗，我们折身朝着阴尸间去，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进入那里，寻找化魂池的下落。看这里，恐怕与那黑河间差不多，只是外面的色彩有些不同。还是我去试一下，看这绿色的护城光照有没有什么古怪。小心点，说不定这里与那黑河间不同，你可别太大意，免得一会儿要我们来救你。谢谢，我明白。你放心吧，我可是个捉鬼专家，怎么会被这点阵仗伤到？嘿嘿，我去了。冷静一点，你这样上去，还不是一样被卷入其中？那时还怎么救他？现在我们冷静一点，相信云峰暂时不会有事的。他不会真的出事了吧？要是出了事，可就不好了。怎么，刚才还得意洋洋的夸口自己如何厉害，怎么转眼间又吼又叫的？
现在遇上这旋转的光照，我们应该怎样穿越呢？大家可有什么办法？其实要进去呢，也很简单，只要在进入时，自身旋转的速度超过这光照的速度，便可以不受它的影响，轻易进去。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行动吧，以免耽误时间。我先试一下这方法是否可用，大家等下再来。我们这几个时辰一直在奔波，消耗了大量真元，为了大家安全，还是在此地调息恢复，等进入到里边，才有更多的精力来应付突发事件。好了，我们出发吧。大家记得最大限度的提高旋转速度，那样就越轻松。小心点，这里一片灰雾，根本就看不见四周，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大家不能分散。现在，我们就朝着城中方向去，希望能找到点有用的消息。大家速战速决，我已经感觉到3股强大的气息赶来，马上就会出现。我们最好在他们赶来之前，将这里的一切解决掉。尔等何人？为何擅闯我阴尸间？难道不知道此处专收亡魂阴尸吗？我们是谁，暂时不告诉你。此来就是为了收拾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另外，还要找样东西。狂妄无知的修真人，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岂能容得了你们撒野？哼，雕虫小技而已，看我如何破你这破玩意儿！刚才你离开了一会儿，是到城中去了吗？我刚才的确离开了，到城中看了一下。让我意外的是，剑无尘竟然也在城中，只是当时不见碧天等4人。哦，他们也来了，好快呀！是不是他们查出化魂池就在这座鬼王城中，所以赶来呢？我觉得师伯这话很有道理，不然他为什么不先去无魂间鬼王城，而跑来这里呢？说不定那化魂池就在这城中，我们得快点，可不能让那剑无尘抢了先。我觉得剑无尘来此有巧合的意思，因为这里距离黑河涧要近一些。他们当时从黑河涧逃出时，可能也想到了来此寻找化魂池，所以最先选择这里。现在说这些也说不出个结果，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结果。不管刚才的猜测哪一种对，对于咱们而言，都必须要找到化魂池，取出凤魂符。走吧。现在只剩内城没有搜索了，然而这里边鬼兵密布，我们想要不动声色地进行搜寻，恐怕难度很大。而且我能感觉到，这内城之中有几股十分强大的气息，其气势不逊色于黑河间的鬼帅。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如今前进危险，敌人势力强大，我们一不留心就会身陷绝境，可不前进，我们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哎，大家说说，这究竟该如何是好？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自然不能退却。只不过，为了减少阻力的话，我们得认真考虑一下。云峰，将剑无尘他们的行踪查出来，我想知道他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就大家从黑河涧得来的消息，我们可以暂时推断，这阴尸涧也同样有1位鬼王、1位鬼帅以及3位鬼仙、3位大将军。这样算来，他们最厉害的高手就有8位。
其中的鬼王和鬼帅十分霸道，我们恐怕还无法对付。就算是鬼仙，我们应付起来也异常困难，所以我们还没有实力与他们正面交锋。这只是保守的估计，我们还没有将那不死血力与无间鬼煞算在其中。这些高手中，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鬼王和鬼帅，还有那血煞与鬼煞。目前我们在这里虽然还没有遇上，但我想只要找到化魂池，就一定会遇上鬼域的高手阻挡。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会容许我们夺回封魂符，再次将他们封印住的。故而现在找化魂池十分重要，可找到后抢夺封魂符时，那才是最关键的。那一刻我们是无法退缩的。我已经查出他们的下落了，现在他们就隐藏在城中的一处角落里，5人都全力隐藏气息，所以我们在这里一点都感觉不到。另外，就我查出的情况分析，他们此时好像在密切地注视着什么东西，神情显得极为严肃。看来他们已经赶在咱们前面了，这样也好，至少可以为我们省去许多的麻烦事。现在，云峰，你带领大家慢慢向他们靠近，我也去看一下他们在观察什么，说不定很有可能查出那化魂池的下落。云峰，你在这可以施展隐身之术吗？要是可以的话，你靠近一下，探查一下里面的情况。大王，根据城中守卫报告，前日发现有人间修真者的高手闯入，已经杀死了我们不少城卫，现在正隐藏在城中。此时大王看是彻底清查，还是暂时不过问他们？他们此来的目的，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这一点，你可有查出？他们此来的目的，据我从黑河间那里得来的消息，他们是为了找那化魂池，想夺回封魂符。目前黑河间鬼王城中有煞血阎罗在，故而无人敢在那里找事，所以他们才转移方向来到我们这里。我想他们是想从我们这里找到化魂池的下落，好趁机夺取。想来这里捡便宜，他们的算盘可打错了方向。这一次，那煞血阎罗复活，黑河间首先遭殃，随后的目标恐怕就是我们阴魂间与巫师间了。如今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那煞血阎罗，至于这些闯入的修真界高手，你觉得该怎么样安排他们？这一点要看大王的意思。依属下之见，他们既然是要找那化魂池，想夺回封魂符，此事自然不能让他们如愿。我觉得在关键时刻应该给他们惨痛一击，让他们知道这里不是人间。现在这10天就是最为关键的时刻，一旦10天过后，他们就是找到化魂池也毫无用处了。嘿嘿，大王觉得呢？你想的倒是不错，可惜了，心不够狠。他们现在要找化魂池的下落，除了我们知道之外，就只剩下另外2位鬼王与鬼帅知道。如果不从我们口中问出，他们就根本找不到化魂池的下落。现在他们就在我阴尸间，为了找那化魂池，想必逼急了，他们就会铤而走险，那样就会折损我们这里的实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可不想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大王的意思是告诉他们化魂池的下落，让无魂间的家伙去对付他们是吗？大王此计倒是一石二鸟，可要是被他们夺回了封魂符，那可就不好了。大王认为呢？蠢货，枉费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真是白痴一个。那化魂池在无魂间里，他们此去自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靠近的。就算他们几个能够靠近化魂池，那时候无魂间与他们之间一定2败俱伤，实力大损。到时候我们再出面，岂不是坐收渔翁之利？再说了，那化魂池可是我鬼域3大绝地之一，
就算没人阻拦，他们也绝对没有人能活着从化魂池中取走封魂符，明白吗？大王英明，属下受教了。其实就算到时候我们不出面，想必那黑河间的高手也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动手，只需要等着这些修真界的高手帮助我们铲除无魂间的敌人，是吗？哼，算你聪明。正如你所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出手，只需要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谁？什么人敢靠近本王府邸，还不现身？快走！大王此计可谓是妙到极点了，相信他们是怎么也猜不透了。这一次煞血阎罗复活，就注定鬼域将乱。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保存实力，以图后动。对于这些修真界来的高手，我们要利用他们的力量去消灭我们的对手，那是极为关键的。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以兵不血刃，统一鬼域，尽居人间。那时候，整个天下都会是我们的了。至于化魂池，他们是永远都找不到的。就算找到，也是没有希望的。从他们的话中分析，这化魂池应该在无魂间鬼王城中。现在想来，剑无尘他们也知道了这一点。我猜，他们此时一定在全力赶去，想赶在我们前面夺回那封魂符，好回去炫耀。云峰所言有理，他们一定有那种心思。我们现在得加快步伐，务必要赶在他们前面。大家加快速度。哎，等等，大家放慢速度，听我说完，再赶往不迟。刚才云峰转述鬼王的话，大家也听到了。谁最先赶到那里，就将成为无魂间的强敌。我们要是第一个赶到，自然会遇上无魂间强大的攻击。等咱们把敌人消灭了，各个阵元耗尽，到时如果剑无尘等5人突然出现，试问咱们还能比得过他们吗？陆云，你的意思我们明白了，可万一被剑无尘5人抢先夺回那封魂符，到时候恐怕回到人间，我们就会脸上无光了。这一点你们不用担心，别忘了，化魂池乃是鬼域3大绝地之一。记得当初咱们经过不月岭时，那可是费尽心机才脱困的。想来那化魂池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破解。现在咱们既然知道剑无尘他们在前，我们就一路随行，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岂不是更好吗？嘿嘿，好个陆远，真有你的，这么绝妙的主意都能想得出。要是被剑无尘听见，恐怕会被气得吐血啊！嘿嘿，真妙。就这样，等到他们打得精疲力尽时，我们再突然出现，嘿嘿，那时候可就真有意思了。短短2天时间，我们已经连续进入2座鬼王城了，现在只剩下这一座了。希望大家小心。从外面的结界来看，这无魂界恐怕比前面2座都要森严，而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回封魂符。所以为了完成任务，有时候需要不择手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保护好自己。这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奇怪，怎么这里看不见一只鬼魂呢？在黑河间与阴户间的王城里都有阴魂鬼魄，为什么这里没有啊？还有，这里为什么这么亮啊？一点都不像鬼域，反而有点像人间了呀。还有，这里的气息少了那种阴森之气，多了一种血煞之气，让人感觉好像进入了血腥的沙场。很奇怪，
在这里我的神剑一直在颤动，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苍月你呢？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与你一样，我的笑月神剑也一直在震动，仿佛想自动出鞘一般。这情形可是我自从得到神剑以来第一次遇上的，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阴世间的鬼物不敢攻击此处了，同时我也知道为什么这里叫无魂间了。陆源，你想说什么就说吧，不要说一半就停下了，弄得大家心悬心悬的。大家只要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这里完全看不见一缕飘飞的魂魄，同时四周气息中蕴含着强烈的血煞之气，完全掩饰了其他一切的气息。无魂间之名就是暗示这里完全找不到魂魄之体，而阴世间不敢前来攻打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里的血煞之气中蕴含着吞魂之力，可以侵蚀阴世间的鬼兵的魂魄。鬼域3城我们都来过了，现在我才发现黑河间的鬼物可以说是最为正统的，这阴森诡异的气息最为明显，而阴世间的鬼物则隐含着阴煞之气，就宛如人间的僵尸一般，鬼气中蕴含着阴煞的邪气。而至于这里，虽然暂时没有见到鬼物，但是我敢肯定，这里就是整个鬼域中戾煞之气最重、血煞之气最浓的一处了。这里所有的鬼物，如果没有推断错误的话，应该是以实体出现，而绝不是以魂魄之体。陆云，你说这里的鬼魂不是魂魄之体，这怎么可能啊？在我们的意识中，鬼物都是魂魄之体，从来没有实体的。你是不是搞错了？鬼物的确是魂魄之体，这点不错。但是，我说这里的鬼物是实体，是相对于其他2座鬼城而言，这里血煞之气对于魂魄有吞噬作用，所以零散的魂魄之体是无法存在的。而这里出现的鬼物都是以实体的形状存在，他们能够克服血煞之气的吞噬，所以他们的修为也一定是强大的。这鬼域3城中，无魂间的鬼物可能数量最少，但单体实力却是最为强大。如果这样，我们的行动就更要小心了。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此处危险，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吧。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此处危险，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吧。城中心有一股十分邪恶的力量，很古怪，你们的神剑震动就有可能是因为那股气息的缘故。暂时我查不出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它被一层强劲的真气笼罩住，我的真气完全被阻挡在外头。此外，我已经查到剑无尘等5人的气息，他们正在向着城中靠近。慢点，现在开始，大家将各自的气息压到最低，以免被鬼物发现。我已经感觉到前面不远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了，只是那里有强大的鬼物守候着，所以在靠近之前，我们必须十分的警惕。放心吧，大家都明白。现在继续前进吧，我们一定要赶在陆云他们之前将封魂符取到手，到时候回到人间，看他们有什么面目见人。哼，走吧。看那血池，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化魂池。我们走遍了鬼域3城，今天终于找到了。现在大家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取出那池中的封魂符？我仔细数了一下，其中那周身闪烁着暗黑光芒的鬼将，全身煞气冲霄，冷厉之极，看样子十分不好对付。现在我们要是能想办法将那鬼将引开，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只是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所以我们得认真考虑。帝天直言有理，要想完全没有敌人阻拦，轻轻松松的取到封魂符，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机会是需要我们自己创造的。现在，为了完成任务，
我们池中必须要有人去引开那鬼将。然而这种事情危险极大，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不管是引开这鬼将，还是留下来抢夺封魂符，都是一样的危险。为了人间和平，为了给我们六院争光，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由我来引开那鬼将，到时候你们4人趁机取回封魂符。等一下加好引开那鬼将后，我们则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广场中央，到时候由吴尘去取回那封魂符，我们3人守住四周，给他争取更多的时间。现在大家就准备吧。竟然敢闯我无魂间，真是不自量力！现在我们让你明白，我无魂间是何等地方。不过是个小小的鬼物而已，有何能耐，竟然如此口气？我难道会怕你不成？真是笑话！吴尘，这里交给我们，你马上去那边办事，快，不要管我们。家豪，我不会让你白死，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来生我们再做师兄弟。恐怕这东西就是这无魂间的鬼王了，不然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气势？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是马上离开，还是继续撕逼？现在恐怕想走也走不成了。既然走到这一步了，一切就听天由命吧。既然来到这鬼域，早晚都会遇上这些鬼物，早战晚战中有一战，那样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愚蠢的人类，不好好待在人间，跑来我无魂间来找死，真是愚昧。既然你们喜欢寻死，那本王今天就成全你们，让尔等4人在这里做个无魂厉鬼，永世不得超生。可恶的修真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销魂化魄，让你永世不得生还。云峰，你去将杜丽带来，仔细看一下他的伤势。远阳，去把碧天救回来。他们2人此时身受重伤，为了安全，暂时就跟我们在一起吧。至于那鬼帅，就交给天剑院的2位高手去对付吧。这股血煞之气狂烈而霸道，其中含着无比凶险。想要进入里面，恐怕得冒极大的危险。是不是化魂池没人知道，但是这是我们来到鬼域遇上第一个池子，不管是与不是，我们都得一试。见吴尘已经下去了，我也准备下去一看。你们记得，在我们有出来之前，谁也不许进来，因为这血池之中有股强大的吞噬之力，可以吞噬一切活物。小心，不要让我担忧。现在需要等待，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以防这里的鬼兵等下会来进攻我们。也好，现在非常时期，我们就汇合一起，找个地方等待他们的消息吧。等他们出来后，我们再商议以后的事情。
陆云，快离开这里！这火焰好邪恶，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比这千影雪魅还要邪恶10倍以上。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既然来了，何必要走呢？这么多年了，今天终于有人进来这里，我这做主人的岂能不好好招待一下？什么人？出来！是你在说话，是吗？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说话？看来你蛮聪明的嘛。欢迎来到鬼域生死间，我是亡灵尊主。亡灵尊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鬼域有什么生死劫。还有，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看样子你对鬼域并不熟悉，连鬼域有多少间都不知道。今天本尊高兴，不妨就告诉你一些关于鬼域的事情，反正你也无法离开这里。现在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等你问完，我们就开始玩一个十分有趣的游戏。几千年了，我都快忘记那种乐趣了。既是尊主如此大方，那我就随意问几个问题，希望尊主莫要让我失望。我想知道，除了黑河、阴尸、无魂3间之外，这鬼域究竟还有几间？这个问题简单，鬼域共有5间。除了你说的那最普通的3间外，剩下的就是我这生死间与另一处幽灵间。顺便告诉你，那个幽灵间在鬼海之中漂浮不定，是鬼域最神秘的区域，而我这生死间则是鬼域最凶险的区域。这生死界，生路与死路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为什么一直待在这里，不曾离去呢？是不是这外面有什么东西将你封印在这儿？生路与死路之间自然有区别，生路中虽然凶险，但却还有一线生机，而这死路却是必死无疑，谁也不能例外。生死间是鬼域5间中最小的一间，可是却从来没有谁能从这里穿过。